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宋总，请。宋总，宋总，讲两句吧，宋总。哎，宋总，讲两句吧。宋总年纪轻轻就创办了自己的珠宝品牌，听说前段时间拿了3000万美金去做慈善，真是人美心善。宋总毕竟是农村出身，有了今天的地位，连忘本难得啊。我家宋甜甜30岁，单身事业女性，从一无所有到百无到至今，地位、财富、名声皆手到擒来。宋总，叫救护车呀！快点！宋总，你没事吧？宋总，娘，大哥，相公，您好像不行了。奶奶，你睁眼看看我。哎呀，谁呀？嚎丧呢？娘，这是哪儿啊？不应该啊！我不是在发布会吗？娘，你还活着，你没死。娘，娘，这是什么恶作剧啊！我连婚都没结，哪来这么大儿子？不对，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娘！老三，站住！干嘛去？二哥这个王八蛋，害娘成了这样，我要替娘去教训他。平日里娘最疼爱的就是他，为了供他读书，咱们家都揭不开锅了。娘一倒下，他吵着闹着要分起家了。娘出事了，他也别想消停。你给我站住！三弟，你别去了，娘一心只在乎二弟他们一家，心心念念着二弟当官，好让他威风。要是娘知道你们去找二弟麻烦，影响他读书，娘是会惩罚你们的。谁敢不听话？好好干啊！不好好干，没有饭吃。我穿越了，娘，奶奶。穿就穿了，还穿成了一个自私、懒惰、恶毒、偏心眼，还爱做白日梦的恶婆婆。我让你偷懒，我告诉你们，再敢偷懒不去做工，我就把你们的手给打断。娘，我扛大包才挣了这么多，我实在是没有钱给二哥了。没钱？没钱不会去偷啊，去抢啊！没钱，一个个的。娘，别打了！我求你饶了大山吧，这些野菜我们3天3夜没吃饭才存下来的。别打了，娘！老二，这些钱你先拿着用。就这点钱，我这样去学堂会被大家笑话的。你再去跟他们要一点。再要点。啊！娘，奶奶，你没事，我终于又有奶奶了。没事啊，
乖啊，来，娘，那边玩去。这几个孩子都孝顺无比，原神却只顾老二，对他们动辄打骂，不闻不问，真是造孽。我既然来了，那我就替原神带他们过上好日子，这样也不枉费他们的孝心。哎，芸娘，你怀孕了，还挺着大肚子呢，你快起来啊！6个月肚子就这么大了，平时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娘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这个孩子吧。娘，这是我跟芸娘的亲骨肉啊！老二有什么不是你都行，为什么非要这孩子啊？奶奶，求求你，烧锅洗衣做饭，什么都能帮娘干，求求你放过娘亲吧！娘，这个孩子也流着咱们萧家的血，你真的要为了二哥打掉他吗？打掉他？这都这么大月份了，打掉岂不是会出人命啊？娘，您之前说这孩子胎相不稳，不如趁早留了，还能把太医给二弟补身体。什么？真是造孽！居然连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，还有什么是原神干不出来的？哎呀，放心，之前我都是说说，我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。哎，快，都起来吧！来，娘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宠着二哥了？您刚一病倒，他吵着闹着就是要分家。老二他真的分家是啊，了？娘，你前脚刚倒下，那二哥后脚就跑了。老二果然是个白眼狼。不过以家里现在的情况，分家也算是件好事，不然家里的矛盾更多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分就分了吧。二弟每次惹娘生气，娘都这么爽。等消了气，就又像之前一样，宝贝二弟了。又来了，这句话我都听腻了。就是因为娘总是自己哄自己，二哥才越来越混，真替娘不值。看来他们一时半会儿不相信，只能慢慢来。娘，您饿了吧？这是野菜馍馍，您吃了吧。哎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人吃的吗？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家里实在是没有别的吃食了。我不过随口一问，就把儿媳吓成这样，可见原神欺负芸娘有多过分。不过分家又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你先起来吧。要不你们吃吧。奶奶，我们不吃，你别打我们。以后这个家只有我跟老二吃饱饭，才能轮得到你们吃。好，谁再敢偷吃，我就打死谁。原身自私自利，突然转变态度，他们恐怕难以适应，还是得循序渐进呢。干嘛？窝窝头都不吃了，难不成还想吃肉？我吃。谢谢娘，我们吃。太幸运了，今天还有窝窝头吃。这种我连看都不想看的东西，他们却吃得这么香甜，看来家里情况十分恶劣。您去哪儿？我出去转转。哎，杨家山村四周山石围绕，土地又少，这萧峰又有腿疾，萧虎又要读书，这劳动力完全不够啊！但是这么多人，家里没米，可怎么吃饭呢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天崩开局啊！哎，
发现天然石英精醋，价值为2金币，是否兑换？系统太好了，不枉我穿越一次，碰上这种天崩开局。娘，您背着包是要去干什么？系统面板只有我才能看见，我得找理由好好研究研究。啊，家里没吃的了，这么多人，我就是想出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娘，你是不是又要偷偷给二弟送钱？娘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偷偷藏钱，可那钱是给芸娘肚子里的孩子买安胎药用的。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把钱给二弟，要不然芸娘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。奶奶，求求你不要把钱拿走！看来原生真的很过分，不然这人设也不能这么深入人心啊。哎，没有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出去看看，没有要去送钱。走了。娘，我知道我瘸了腿，没有机会再让您风光了。可是那毕竟是我的亲骨肉啊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给孩子一条生路吧。娘，二哥一家子都这么绝情，你还上赶着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得清楚？二哥心里压根就没有你。再管我，休怪我翻脸。去。不得不说，还是原生人设好用啊。大哥，大夫说大嫂本来就胎位不稳，必须得天天吃药。现在娘连你的私房钱都搜刮走了，以后还拿什么抓药给大嫂吃？我去镇上扛大包。芸娘身子不好，胎气又不稳，不能耽搁。芸娘、小虎，你们在家和三叔好好看家，我晚上就回来。若是奶奶回来了，你们也别惹她生气。奶奶的病刚好，你们要照顾好她。到了，爹。脑袋都被撞破了，竟然心里还想着二弟，现在连保全孩子的钱都被他给送走，我怎么会这么倒霉，碰到这样的婆婆？行了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从小到大娘都这样，早该习惯了。我就说他怎么好心给我们吃窝窝，果然是不怀好意。这里的石山这么大，又是原生态没被开采过，唉，肯定有不少珍稀的宝石资源。可惜啊，在现代人眼里的宝贝，在这里都是一些破石头，要不然我还能凭借一些老本行赚点银子。水晶价值为10金币，是否兑换？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，这么纯净的水晶，这要是在现代，早就被抢光了。出售成功，金币余额10，红宝石价值20金币，是否兑换？哎呦，乖乖，连红宝石都能采到，原来这矿山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，还好这里的人不识货，全都便宜我了。这是个商城交换系统，原来这是个自带交换的宝石收购系统，交换的宝石越高，价值就越高，剩下的宝石还可以兑换更多的东西。有了这座矿山，再加上这个系统，我们家说什么也能变好啊！哎呀，这下知道采矿工的不容易了，辛苦挖了半天矿，最后也就够买个馒头当口粮。看来发家致富还任重道远呢。小虎，等奶奶回来，就说爹去镇上干活了，别让她担心。你在家里照顾好娘，知道了吗？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奶奶和娘。芸娘，我走了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娘，
你这是回来了？你真的把钱都送给二哥了？果然把钱都送走了。我就说娘是不会长记性的。芸娘，别说了。娘，芸娘吃药没有钱，我现在就去镇上扛大包。扛什么大包？这钱不是在这儿吗？娘，你没把这些钱给二弟？不仅如此，我还带了点吃的。娘，这布袋子里鼓鼓囊囊的，装的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馒头！我的老天啊，咋这么多白面馒头？娘，你哪来这么多馒头？这种白面馒头只有镇上的老爷才吃得起。这些原住居民估计也接受不了系统吧，我还是不要吓唬他。哎，其实这些馒头啊，本来是给老二当做干粮用，他去城里总得讲究一下吧。知道娘一直偏心老二，不在意我们，可没想到娘还瞒着家里存了白面馒头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白面馒头。不过呢，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以后呢，咱们就关起门来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不再管他了。这已经是娘今天第2次说气话了。我看二弟这次啊，是真气着娘了。也不知道娘这次能坚持多久，我看最多3天。二弟心里没娘，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们连替他说话都不敢。娘这次不会又是在憋什么坏主意吧？芸娘，今天把这个分了，咱今天晚上就吃这个。娘，去年村里闹旱灾，大家都没攒下粮，更何况这么好的白面馒头，我看我还是去镇上把它都换成陈米吧。是啊，娘，这一大袋馒头能换1大袋陈米，过2天我们就去河边捡点野菜，够我们吃好几天的了。看来太好说话也不是件好事，让你们吃就吃，少跟我唱反调，吃。哎，芸娘，咱们家5口人，你就拿2个，咋的？另外3个人干看着不吃啊？娘，这么好的白面馒头，咱们还是留着慢慢吃吧。家里除了小虎都是大人，1人1个都吃不饱，赶紧全分了吧！赶快分吧！什么啊？让你分就分！娘是不是疯了？这么好的白面馒头，居然舍得给我们吃？这感觉还真有问题，是不是摔傻了？回头找个郎中给看看吧。你们盯着馒头看，能看出花来呀，还是能吃饱呀？赶紧吃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吃的馒头呢，吃了奶奶会打我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不怕饿着我孙子啊？娘，您之前说我是外星人，不让我吃好东西。之前您给我吃的都是馊了的。来，快吃啊，多吃点。来，你一个外姓，就算嫁进了萧家，也是个外人，你只配吃馊了的饭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给我滚回自己家去。我知道了。门主真干的不是人事儿，想除掉人家孩子不说，还故意折磨人，真是个人渣。现在是现在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让你吃就吃。馒头也太好吃了，真想天天吃馒头。小虎，
这么珍贵的馒头怎么可能天天吃？不过你放心，爹以后努力，一定让你过上这种日子。谢谢爹。怪不得没人做饭，原来背着我们偷偷吃好吃的呢。娘，这么好的白面馒头，怎么不给我们也送一份？你们俩还有脸回来？这里是我家，我想回就回，我又不是故意喊你出来。再说，我不回来怎么知道？娘现在正给大哥他们偷偷开小灶呢。娘，他们一家白眼了，你一受伤，他们就吵着闹着要分家。您这位可千万别再向着他们了。就你话，给我闭嘴，滚回去！哼，娘，我可是为了您能当上老夫人才刻苦读书的。对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我分家不就是为了不给大哥大嫂他们添麻烦吗？谁知他们还不领情，胡说八道！你分明就是……老三，别冲动。三弟，娘到现在一句都没舍得责怪二弟他，肯定又是心疼他呢。你不要自讨苦吃了。哼，老二一向能说会道，把原生哄得团团转。他们一家被惯得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洗衣做饭都是让芸娘担，现在过来，明摆着是蹭吃蹭喝。不过我可不像原生那么好骗，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孝心的。那是的。芳儿，好好的白面馒头都让你给糟蹋了，去把衣服给我洗了。慢着，你大嫂挺着个大肚子，你还让她帮你洗衣服，你拿回去。娘这是在维护我吗？可这些脏活累活，这些不都是大嫂该干的吗？之前你也没说什么呀。之前怎么样我不管，现在你们既然分了家，洗衣服做饭全部都自己做，没人伺候你。芳儿，娘现在在气头上，就先别和她作对了。知道了，娘。哼，娘，那这些白面馒头我就都拿走了，正好给萧峰当干粮，好吃又体面。给大哥他们吃都浪费了。来，谁说这些馒头要给？这馒头是我自己蒸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用不着你在这瞎操心。娘，连个白面馒头你都舍不得给我们，还让我们干脏活累活，我看您是真分不清孰轻孰重，这么不留情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别打我！让你抢我的馒头！别打了！住手！别打我！我让你抢馒头！我让你抢馒头！让你抢！谁让你打哥哥的？谁让你打哥哥的？让你欺负，让你欺负哥哥！去！奶奶这是在保护我。坏奶奶！坏奶奶！坏奶奶！你不给我馒头还打我，我不理你了！娘，孩子打闹你跟着叫什么劲儿？看把小包吓的。就是因为原生无止境的偏爱，这才导致老二一家得意忘形，连孩子都无法无天。今天我要好好立立规矩。除了二弟，娘最心疼的就是小豹这个孙子。小豹一哭，不知道小虎要受多大的委屈。娘，小豹没吃到馒头本就委屈，小虎是哥哥，也不知道让着弟弟一点，我看就该让小虎长点教训。长教训，当然得长教训。娘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兄道友，弟道恭。这些年来，你受尽偏赐，捞尽好处，兄弟们对你的付出，你视而不见。你不但不知道感恩，反而因为一个馒头在这斤斤计较。而且你教子无方，小豹刚才那么无理，居然不说他，反而来说我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的娘哎，我没看错吧？娘在教训二哥。之前每次不管对错被惩罚的都是我们，可现在
娘居然在主持公道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们3个人都是我的儿子，从今往后，我只会向着是非公道说话，不会再偏袒任何一个人。大山，这些年是娘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我没做梦吧？你终于肯帮我了。傻瓜，小虎也很懂事啊，还知道保护你娘了，真棒。奶奶好温柔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奶奶夸。从小到大娘都没打过我，不就是害她磕破头吗？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她就跟我动手，娘是不是疯了？小贱种，都是你害我爹被打，我打死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肚子，我的肚子。姨娘！娘，我东拼西凑，只记到了这3两银子，你知道够不够？不够也得治，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治啊！大夫，大夫，你快看看我娘子，她流了好多血，我求求你救救她！你夫人血崩之势难以回转，流产已是必然。如不赶紧使用止血药的话，怕是大人都保不住。不过卖药起码5两银子，你们5两，大山，小虎，我们不治了，我们走。不，不管多少钱，我求求你赶快抓药，赶快救救我娘子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，当什么都行，好不好？大山，爷爷，求求你救救我娘吧！看在你有情有义的份上，买药钱就算你3两。不过我只有30%把握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古代失血过多必死无疑，芸娘流了这么多血，活下来的把握恐怕根本不到2成。看来只能利用系统找办法了。有了，特效保胎药，具有止血保胎之效，成功率100%，太好了，就是这个。金币不够，顶级翡翠价值100金币，是否兑换？换。属实了，买断离手，不得反悔。有了3成也成，只要有办法救活芸娘，我都愿意一试。大山，芸娘，我一定治好你。慢着，属实了，买断离手，不得反悔。我要赌10。什么？买断离手，不得反悔。这位夫人，你儿媳命悬一线，你可想好了？娘，那是芸娘的救命钱。娘，你是疯了吗？大嫂命悬一线，你居然还在这胡闹！奶奶，求求你把钱还给爹吧！我娘流了好多血，再不治我就没有娘了。你这毒妇，拿儿媳治病钱去赌10，这不是拿儿媳妇的命当儿戏吗？我要这块，开！你确定好了？娘，我求求你救救芸娘吧！芸娘嫁给我10年，她是你儿媳妇啊！娘，你就救救大嫂吧，这个家里不能没有大嫂啊！娘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
芸娘在家里从来不争不抢，她在咱们家任劳任怨，哪怕挨你打骂，她也不说什么。我求求你，让她活吧！我求求你让她活吧，娘！奶奶，我求求你，我以后再也不吃馒头了，我什么都让给弟弟，你把鱼刺拿回来，救救我娘吧！就是这块，看我活了一辈子，就没见过这么心狠的人，为了赌石，连儿媳妇的命都不顾了。哼，什么赌石？他那是故意让儿媳去死，这种畜生早晚遭报应。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劈麻布，诸般百态，人看命也。开始，娘，你是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大山，小虎，你们回来！芸娘，芸娘，是我对不起。我知道娘为什么要赌石了。前些日子，二弟从城里血塘中回来，跟娘说身上没有玉佩不欧风雅，娘亲口答应他说要为他买块玉佩回来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娘她竟然用的是我的救命钱。娘，我是个瘸子，不能光宗耀祖。你不在意我没关系，你是我娘，你怎么对我不在意我都认了。可芸娘她什么都没做错呀，她不该被您这样对待。娘，要是芸娘真离我而去，我们母子之间的情分就彻底断了。娘，大哥所说的也是我所想的。如果今天大嫂出了事，以后您就只有二哥这一个儿子，我就算剔骨割肉，也不认您这个理不起轻重的娘。芸娘，为了保住你和孩子的美，哪怕是受万夫所指，我也绝不能功亏一篑。娘，你不要听他们的。芸娘，芸娘，你干什么？母子情缘怎能说断就断？娘，您知道我们一家在您心里还抵不过二弟的脚趾头，但是娘，萧山和萧虎也是您的亲生骨肉。今日您不过是帮萧山和萧虎维护了他们一次，他们便感激涕零，所以娘求您。在我死后，请您善待萧山和萧虎，哪怕1/1000的关爱，哪怕给他们一点点，你娘百死无怨。芸娘，这么些年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大嫂，你别瞎说，你要是死了，以后小虎怎么办？娘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你的要求我答应不了，你自己的男人，自己的孩子，你自己照看。果然，还是跟这个孩子没有缘分。也罢，下去也好有个伴。但是娘，你要放纵二弟到什么境地？非要用我们一家的命给他铺路，才肯善罢甘休吗？我忍不了了，你这不把儿媳当人看的畜生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真恶毒！打死你！他就要替天行道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状况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这是龙啸出有水，此事百年难遇啊！夫人，你运气真好，我开始整整30年了，第一次遇到水头这么好的翡翠啊！这人太多了，我得找个清静的地方操作系统。老大、老三，你们在这等着我。芸娘，跟着我，你受苦了。相公，
这不怪你，等我死后，你给小虎再找一个娘。以后无论娘说什么，都先考虑自己。芸娘，芸娘，芸娘！大夫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嫂吧，大夫！病人气血消耗殆尽，除非用野山参调剂回来。1颗野山参要10两银子，现在你们连3两都拿不出来，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准备。娘，你别碰上我，小虎姑都没有娘。芸娘，不管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在下萧山，愿卖身为仆为奴，以净发妻。这保胎药的功能和功效都没办法解释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！哎呀，真可怜啊！真可怜呀！哎呀，这小伙子怎么就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？可惜年纪不好，老头子也没法帮。大哥，卖了身就是贱籍，随主人打杀。娘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我肯定会活活打死你的。起来！老三，大哥这一辈子我的窝囊，连不喜欢我，现在连芸娘都保不住。今天大哥无论如何要保住芸娘。今天以后，家里就靠你了。有魄力！看在你仁义的份上，我愿意出10两。不过我家里开了武馆，平时除了干活，还得给我徒弟们当陪练。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多谢恩公，只要能救我媳妇儿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。很好，那我先试试手。若是你体格太弱，我就不要了。好，来吧。大哥，爹！没事，再来。体格不错，接下来我要动真壳了，准备好了。大哥，爹，叔叔别打我爹，别打了！最后一拳，继续。好样的！只要你再挨我最后一拳，10两银子就是你的了。你给我住手！娘，娘，我刚离开一会儿，你怎么就被人打成这样了？奶奶，爹为了给娘治病，要把自己卖给武馆。奶奶，你就救救我娘吧！真瞎胡闹！如果你出了事儿，芸娘和小虎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我们不卖身。娘，还不是因为你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赌石了，才逼得我大哥卖身去救我大嫂。娘，你为了2哥的玉佩，你居然连我大嫂的性命都不顾了，你非得把我大哥逼上绝路吗？别在这胡说！大夫，有什么好药，赶紧给我儿媳妇用上，我儿媳妇等着救命呢。娘，
夫人大气，你放心，今天老朽一定把你儿媳妇救回来。娘，你赌石不是为了二弟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你媳妇儿都伤得这么重了，平常的药能把她治好吗？我不去赌石，哪来的钱能治这个病？都怪儿子错怪了娘。对不起娘，儿子不孝，是儿子错怪娘了。奶奶，娘是不是不会死了？小虎放心，你娘不会有事儿啊。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吧，下不为例啊！以后再敢这么胡闹，我一定不放过你们。大夫，我来吧。这隐身蛇效果有这么好吗？短短1个时辰，这妇人不但恢复了气脉，还保住了孩子。诸位，萧夫人和腹中孩子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均无大碍。只要回去好好静养，很快就会恢复。太好了，芸娘没事，芸娘腹中的孩子也没有事。这多亏了娘，可我还那么想娘，都怪儿子不孝，都怪儿子不孝。好了好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赶紧回家，让芸娘好好休息吧。娘，我先回去了。知道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知道了，娘。去吧。当初老大为救元生，摔断了腿。这么大的雨，淋坏了我们家老二，可怎么办呀？快走快走！青，泥石流！娘。老二，不要啊！我的手被石头划破了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娘，我看身上的石头娘拿不动，你等娘找人回来救你啊！走。娘。元生只顾老二，等想起老大的时候，老大的腿已经废了。好在老大之后，必然就恨死元生。我既然来了，就得想办法治好老大的腿。芸娘，吃饭了。娘，我都听大山说了，您去赌石是为了救我和孩子的命，儿媳不孝，竟然还误会娘。行了行了，都过去了，别想了。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吃饭，养好身体。还不吃？哭什么呀？娘，杨树村刚刚闹了蝗灾，地里的庄稼都被糟蹋，咱们家没钱没粮，怎么活呀？芸娘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有手有脚，不会被饿死的。再说，你不是还会针线活吗？等你休养好了，我们去镇上接点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娘为了救我，把银子都花光了，我得快点好起来赚钱，补贴家用才行，不然娘迟早会嫌弃我的。老大，你好好照顾芸娘，我呢跟老三去趟河边。这臭小子一大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不好了，三叔和二叔他们打起来了！什么？三弟，你疯了！上门抢粮还能动手？
你儿子害大嫂差点没了命，我给大嫂拿点粮，怎么了？那是他自己多管闲事，活该！我他妈跟你拼了！你拼了是吧？早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兄长为大！打得好，粮食不进正队，还敢抢我们的粮食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爹爹加油！刚刚三叔还打我屁股，快帮我报仇！这是为啥这样？打死他！这不可能！好，你看看，折腾他！哎呦，这会不会出事啊？再打下去，你去劝。老三，哎呦，肖大爷，可热闹了！来劝架。是啊是啊。老三，老三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怎么把娘也带来了？你要是知道我抢了二哥的粮，肯定打死我。你知道，一会儿我跟娘求情，让他亲着打你。娘，你俩的正好，三弟上门抢粮抢肉，跟个土匪一样，你快管管他。怎么了？娘，你看，这肉被三弟铺成了一层灰，哪还能吃啊？还有这米，这可是去年攒下来的好米，今年赶上蝗灾，地里1粒米都不上，还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米啊？所以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娘，您当家做主，知道荒年里米和肉有多金贵，3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3两银子，行，你们真可怜。老大，把你的拐给我。娘，你别冲动，我这拐可是纯爹打造的，你这一棍子下去，老三半条命不得没了。我让你拿来你就拿来，少说废话。娘，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！你要是用这个打我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前几天，袁生为了这个儿子摔破了脑，芸娘又差点被害不明了。如今又把老三打得这么惨，还有脸要这么一大笔钱。既然要算，那就彻头彻尾的好好算算。老三，站起来！娘，您这么轻易就放过老三，就不怕疏远我这个儿子吗？疏远？那我们的感情未免也太淡薄了。娘，你怎么不讲理呢？小凤最惦记的就是您这个娘，您这样做不怕她心寒啊？心寒？你们吃肉的时候不说惦记，来我这要钱了反而想起，一点米和一点肉，朝我要3两银子，你当你娘开钱庄的？这荒年里米肉多珍贵，更何况肉还是我精心挑选的，费了不少功夫，拿这个功夫去做工，怎么就不值3两银子？行，那这些就算3两银子。那要是这么算的话，老大和老三这些年赚的钱，买的米和肉，补贴了你们多少？积年累月的，怎么着也算50两银子。除去这3两，还有47两。拿钱！娘，你想逼死我？你既然要算的话，这么多年的账我们就算清楚。如果你算不明白的话，我不介意告官。娘，告官？这些年靠着袁生的托举，老二的学业的确有所小成，这才是袁生无底线宠溺老二的原因。娘，我是秀才啊，告官不就是毁我前程吗？你就不怕我不要你这个娘？坏了，二弟要是翻脸了，娘肯定要像以前一样服软了。娘也真是闹这么僵，回头还不笑巴巴的去哄我二哥。你要不要跟银子没关系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这笔账你到底认还是不认？娘，夫君好不容易考上秀才，可不能让娘把这一切都毁了。再说，夫君要是高中，50两算什么？夫君，前途要紧。好，娘，我认。你既然这么缺钱，那就休怪儿子跟你断亲。修老二，你疯了？这没你什么事儿。今天我说什么也得断亲。老二从没在袁身上吃过这么大的亏，估计心里一定要气疯了。不过正好借这件事儿来长长教训，省得他以后再胡。断亲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来算一算，
这些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都折算成银子。等我算清楚了，再准备断亲也不迟。娘你，娘，这些银子等萧峰高中后，我们会一两不差的还给你。但您既然要钱不要情，就别想做老夫人了。可不是儿媳威胁你，这荒年里你腿子命都见得好。萧峰高中后就是官绅，月月都能从官府领粮。您好好掂量下。不用掂量了，这钱不要也罢。老大老三，刚才米和肉的钱我们已经付过，拿走。还有这院子里的东西，该拿的全都拿走。好。哎娘！哎娘！你这么绝情，等我高中一定不让你沾上一点光。谁稀罕？老大老三，我们走。是。啊！这个放在这儿。小火，这个放在这儿。元娘，你身子虚弱，怎么不在床上好好待着休息啊？娘，我在床上已经躺够了，下来活动活动筋骨。相公，三弟，你们这是？大嫂，这米和肉都是从二哥家拿过来的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娘可生气了呢。娘竟然从二弟家里拿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老三，娘，我错了。今天确实做错了。兄弟戏强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都会让人落下口实。如果今天不是我跟你大哥及时赶到你二哥家去，早就被你二哥锤进土里了。不过念在你是为了你大嫂还有这个家的份上，暂且饶过你。这件事既然就这么结果了，换做以前，我要是敢招惹二哥，娘肯定打得我三天下不了床。先起来吧。好。行了，都别愣着了，洗洗手吃饭去吧。好。丢人的玩意儿，还好意思玩儿，丫头子儿！哎，我就纳闷儿，前2天怎么没把你摔死呀？你要是死了，老大和老三也就解脱了。这是安南，原来是原生的婆婆。原生和她相互看不顺眼，关系十分恶劣，平时在村里都不打招呼，怎么忽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老大家大吵大闹，萧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哼，孙媳妇儿，这鸡蛋留着自己吃，补补身子，别让某些人管不住嘴给你偷吃了。哼，原生奸懒长滑的形象真是有目共睹啊，连婆婆都跟防贼一样。不过得亏这婆婆时常贴补老大老三，日子才这样过得下去。就凭着她对孩子们的心意，以后我也得好好处理婆媳关系。娘，这是安南。安南，对不起，你给我的鸡蛋还是被娘给抢走。哎呀，这鸡蛋好多都是坏的。萧家本来就不富裕，这老太太格外的节俭，想必这些鸡蛋呀，是她一个一个攒了好久才攒下来的。但是孕妇的饮食需要格外的注意，无论怎样，这鸡蛋一定不能给芸娘吃。芸娘，
你怎么了？从刚刚开始就闷闷不乐的。相公，阿奶给我送来了一些鸡蛋，结果都被娘给抢走了。以前家里一旦有鸡蛋，娘总是想着给二弟一家存着。娘该不会对二弟……应该不是。娘都要被二弟气得断亲了，而且你想想，娘为了救你，花了整整10两银子，怎么会在乎这些鸡蛋？娘，你这是……这个是你阿奶送来的鸡蛋，我用红糖煮的红糖水，趁热喝。可是娘，我才刚吃了肉。你一个孕妇，刚刚吃了那么点肉哪够啊？得多吃肉蛋奶。来，趁热喝。谢谢娘。你是孕妇，现在就应该好好养身子。知道了，娘。好好照顾她。放心吧，娘。从前这些鸡蛋，娘都舍不得吃，是我错怪娘了。娘这些日子变得确实不一样，至少不再那么偏心二弟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。我也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虽然有粮食，但今年因为蝗灾，地里根本没有收成，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矿山那能挖到的宝石也有限，但余年要补身子，小虎得补充营养，家里没肉可不行。娘，你想什么呢？我看您都在这里转了好几圈了。老三，明天你陪我去河边看看，要是有鱼就捉一条。娘，荒年地里没有收成，村里1多半以上的人都吃不上饭，河里河外能吃的早就被人抢光了，这河里哪里还有什么鱼啊？这个你就别问了，娘自有道理。娘，这是啥？这个呀是捕蟹笼，但是呢也能捉鱼，只要放诱饵进去，就能捕到好多好多鱼。娘，这就是你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的妙计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花光了所有的钱在系统商城买的，绝对不会空手而归。那试试，兴许真有收获的。我说萧大嫂子，你也不看看这荒年里，这河边的树皮都被剥光了，这哪里还能有鱼呀？是呀，萧大嫂，有那个时间，不如回家照顾你那个宝贝儿子。原主这口碑真是绝了，远近闻名啊！饿了就吃，不饿就不吃。我还要捕鱼，没时间跟你掰扯。这萧大嫂平时最宝贝他那个儿子，要是往常知道萧峰吃不下饭，他肯定啥都顾不上跑去照顾。今天倒是奇了。萧大嫂，你不会拿这么好的米捉鱼吧？真是个败家玩意儿！你个没用的玩意儿！这么好的米，你拿来这喂鱼？你脑子被驴踢了还是怎么着啊？啊！家里几个孩子饿得嗷嗷叫，你居然糟蹋粮食！我告诉你，这米一粒都不能放！你以为这石子儿啊，捧在手里撒着玩呢？这是粮食，荒年粮食比命都重要。老大、老三，把你们娘给我拉回去！娘，这河里都没鱼了，您就别折腾了。上次赌石是您运气好，可是这运气再怎么好，不可能的事情也不会发生。娘，咱就算了吧，咱们回家吧。站住！把笼子给我。娘，怎么，我的话你都敢不听？他们说我抓不到鱼，我就抓不到了。
有位伟人说过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能不能抓到，一会儿看了就知道。娘，好像有东西。哦，哎呦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看，一把粮食就换回这些东西，你是不是特意就是逗我们开心呢？还捞你，丢人了吧？还浪费粮食！哎呦，萧家媳妇儿，你是不是又糊涂了？今年是旱灾，家里没有米，河里早就已经流淌光了，河里连鱼苗都没有。萧家媳妇儿，今天你彻底闹出笑话来了。都跟你说了没鱼，你不信，非要浪费粮食，这好言呀，难劝该死的鬼。赵爷爷，李大叔，我娘她也是为了我们好，而且这条河里根本就没有鱼，我娘她捞不上来，也理所应当。你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。你个傻小子，大伙都是为你们好，就你娘这不靠谱的样子，要是把粮食都糟践没了，你们不都得饿死啊？饿死就饿死，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管。不对，以这笼子的精密度，怎么都会有东西。笼子里空无一物，一定是我的操作有了失误。插在哪儿了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时间太短了。你这个没脑子的，还要浪费多少粮食？赶紧给我回家！哎呀，娘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能捞到鱼。你捞个屁呀你！你会不会做娘啊？这本来粮食就稀缺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犯浑。老大、老三，把阿奶拉走。啊！你两个臭小子，你妈把你卖了，你还帮她数钱呢！哎呀，哎呦，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家门不幸啊！哎呦，真是的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告诉你，这么多人都劝你都不听，一定会吃大亏的。赵大爷，你就别劝他，人家现在正做美梦呢，哪有心思听你的劝啊？这下应该差不多了。这里面是装了石头吗？怎么这么沉呢？老大、老三，过来帮忙！来，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他笼里肯定进石头了，要不然哪用得着这么大的力气啊？这个架势，这石头起码有100斤。可惜呀，不是鱼，还真让他捞上了。娘，您真厉害，这么多鱼，腌好了够咱们吃好久了。行了，小兔崽子，别夸了，赶快把这些鱼装起来，一会儿跑回河里就白费力气了。是。这河里的鱼本身就很难抓，萧大嫂一个人抓这么多，我们还抓什么呀？村里这么多人都吃不饱，我今天当着村里人的面抓上来这么多鱼，的确让人眼馋。可这鱼大大小小，
真能吃的也没多少，这鱼不能分。哼，自己没本事，别怪人家厉害。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敢动歪心思，我跟他没完。这小老太太还挺维护自家人的。萧家娘子，你这个笼子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可以啊，反正短时间之内我也不会来捕鱼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有了这笼子，大家凑一点米，怎么也能抓上1、2条鱼垫垫肚子呀。阿奶娘，鱼好香啊！你呀，先把桌上的鱼给太奶送过去，这个等你回来再吃。知道了，阿奶。哎，娘，这大嫂什么时候还会捉鱼了？她会个屁呀！这瞎猫碰个死耗子。这以前啊，这家里地里的农活，她一点都不做，比大小姐啊还娇贵呢。幸亏分了家。你不知道啊，她今天用粮食做鱼饵，那个架势，哎呦，跟之前一模一样。太奶，小虎啊，你咋来了？啊，这是我阿奶让我送给你的。太奶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小虎，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好端端的老大媳妇儿咋给我们送鱼呢？我今天当着村里人的面，我骂老大媳妇儿了，她是不是故意来寒碜我们呢？那难怪了。这些天娘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给我，还不让我干重活，我好喜欢现在的娘啊！家里虽然有吃的，但天气越来越冷，食物也会越来越难找。靠系统倒不会让家里人饿死，可频繁上山，迟早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我得找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上山。怎么样，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，那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。明天老大和老三跟我上山，我有活让你们干。知道了，娘。娘，你让我们找这些带颜色的石头是干嘛用的呀？昨天呀，我找到了一个赚钱的办法。你说这个玉呀，都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，那咱们这个彩色的石头打磨一下，是不是也能跟玉一样卖出高价钱呢？啊，娘，这些石头漫山遍野都是，丢了都没有人要，想用这些来赚钱，是不是有点想钱想疯了？哎呀，我知道这个想法很难让人接受，但是有想法总得试一试嘛，对不对？老三，娘的本事你又不是没见过，娘有想法，你跟着干就行了。哦。这石头倒是找齐了，可怎么磨成圆滑的珠子呢？娘，啥事儿这么愁啊？老大，你在村里有没有认识会刻章的手艺人？这石头要想做成装饰品，得先给它打磨一下形状才行。刻章的倒是没有，不过阿爷之前是做石匠的，
我呢也跟阿爷学过一些手艺，娘，可以让我试试。真的？那这些石头，我想把它打成珠子的模样。首先呢，得把它打成水滴的形状，然后再从中间穿孔。娘，这还不简单？我现在就去找阿爷拿工具。娘，你等着我啊！这老大的腿啊，不能再耽搁了，我得去打听打听，有没有治骨头厉害的大夫。阿奶，鱼都晾好了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阿奶，我阿爷呢？啊，你阿爷在这儿呢。阿爷，老大，你找我有啥事儿？阿爷，当时我跟你学艺的那套工具还在吗？我想借一下。来，拿着。不用了，阿奶。拿着，拿着。啊，在这儿。你要工具有啥用啊？娘之前说事以密整，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告诉阿爷了。阿爷，这不是芸娘过几天就要生了吗？想给孩子做点石头玩玩。这样啊，你这套工具我也没用过，你拿走就别拿回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当初村里那么多孩子跟我拜师学艺，只有我这个亲孙子学的最像样。要不是这条腿耽误了老大，说不定老大早就出名了。还不是因为他那个娘！当初我们走到的时候，这孩子腿都那样了，你说这么好的孩子，因为腿给耽误了，我死都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俩孩子，屋里这么多人还拼命撒狗粮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娘，项链做好了，你快看看。老大手艺真不错呀，珠子被他磨得这么圆润，跟现代工艺也差不多了。还有芸娘这手也够巧的，我画个图纸指点几句就明白了，比我之前的徒弟聪明多了。要是我生意真能做成，把孩子培养成我的接班人也不错。娘，怎么样？芸娘，你做的可真不错，要是再多做几条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拿到镇上去卖了。娘，我看看。嚯！哇！没想到石头还能变得这么好看，拿到镇上一定很受欢迎。有了钱，咱们就永远不会饿肚子了。小虎说的对，以后呀，我们多多赚钱，这样咱们都不会饿肚子啦。耶，太好了！老三、老大，我先去看看，你们在这等着。知道了，娘。有些宝石不能在阳光下暴晒，所以卖首饰的地方最好是阴凉处。卖烟子了！就是这儿，到底胭脂，我得赶紧把老大、老三给叫过来。来看看菜呀！这首饰在这儿多少钱？大哥，这项链就算你50文吧，这可是我大嫂亲手编的。这破石头还敢要老子50文？抢钱想疯了吧？就是，你们咋不去抢呀？你不买就不买，你收点东西干什么？怎么想打架？哎，行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在镇上的时间有限，跟他计较会耽误赚钱的时间。你们还想不想赚银子？知道了，娘。
跟老子斗，老子弄不死你们！好了，娘，咱们就在这儿摆摊啊？对，就这儿。别发呆了，哎，慢着，老大老三，你们知道咱们的项链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吗？第一，产品售卖需要包装，咱们家里穷，你们没去商铺里，不知道这点很正常。娘今天告诉你，你们知道了就要记下来。第二，介绍商品要为产品赋予价值，比如说这项链是大师级水准，手工打磨制作，全县独一无二。哦，我的个乖乖，娘，这么说会有人信吗？信不信？试一试不就知道啦。大哥，桌子和架子租给我们。老板娘，来3张黑布。大师级手工编织项链，全县独一条，100元1条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快来！买1条送给丈母娘，她说女婿都比儿子强。哎，你看看，来，我去看一下。来，看一看。这新来的，真好看，哇，这还真好看。这颜色从来没见过哎。这套适合你。现代销售宣传语对含蓄的古代人实在有吸引力啊！好嘞，这个多少钱？我要了。这枚戒指50文，您可太有眼光了，这是我们家最好的戒指。老板，这几条项链给我们包起来吧。多少钱呀？能不能便宜一点？今天在场的姑娘再便宜点吧，买6条送1条项链。这么好啊，特别的划算，挺合适的。哎，那给我来3条，给。我要这一条。我也要，我要这条给我包起来，老板。谢谢。这个老三在家就话多，没想到在外面也不怯场，这性格做生意倒是合适。这个我也要，这条也挺好看的，这条适合你。哎，给我拿这个，给你钱。来，大哥，收好。嘿，娘。娘，全卖光了，足足2300多文，比2两银子还要多。没想到原本用来养护系统的生意还真做成了，说不定可以延续上辈子的老路，创建一个全新的珠宝品牌。行，那趁太阳还没下山，咱们就先去买点东西。知道了，娘。买了这么多，芸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那些项链被娘110吆喝，不到一会儿全卖出去了，足足卖了2300文。说今天好好庆祝一下。天啊，2300文！娘，你也太厉害了！这么多钱，我们一家人即便什么都不做，都够过冬了呀。做？为什么不做？这么赚钱的买卖，我当然要做。哎。物以稀为贵，这些项链咱们频繁去镇上摆，反而不值钱了。再说了，这些项链是你大哥大嫂好几天没睡觉做出来的，怎么着也得让人休息2天呀。哦。最近因为灾荒，镇上的粮食价格飞涨，很多人都吃不上饭，说不定哪天就闹出乱子了。咱们不能让人知道，咱们家又有钱又有粮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什么都不说。今晚吃肉。好，吃肉。这年景，村里还有人有钱吃猪肉。
小虎，这刺狗牙那么难吃，你摘这么多干啥呀？李奶奶，俺奶说小孩子得多吃蔬菜，健康。这刺狗牙苦兮兮的，村里人都喂鸡，萧大嫂却让小虎吃这，可怜呐。小虎，等等，赶紧吃，别让你阿奶看见。谢谢李奶奶，但我不能要。给你就拿着，你阿奶好东西都给你二叔了，还有你们几个啥事儿啊？你看看你，瘦的皮包骨头似的。李奶奶，我阿奶对我最好了，不许你说我阿奶。你这个死心眼的孩子，你阿奶心都是黑的，你可千万别上她的当。李婶儿，你还真是闲的没事儿干，在这说人闲话。小虎，别听他在这唠叨，赶紧回家吃饭。来啦！做好事还这么扎心，我也真是醉了。不过呀，要想在这杨树村好好过日子，不光是婆家，村里的人也得搞好关系才行。小虎，现在呢正是饭点的时候，把这碗肉啊送给你太奶，好不好？知道了，阿奶。娘，你一直和阿奶不和，你为什么一直给她送鱼又送肉呢？你们阿奶啊，也是你们的亲人，这些年多亏她照拂了我们家。以前是为娘的不懂事儿，所以以后你们也要多多孝顺你们阿奶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娘。快吃吧。哪来的肉啊，这么香！哟，我说咋这么香？这肉哪来的？你要往哪儿去？这是阿奶买的，要给太奶送去。阿婶，我走了。小凤，娘这些天啥也不给，还要不要你这个儿子了？娘也真是，说分家就不管不顾的，哪有这么狠心的娘？要不是芳儿回家借了粮，家里现在锅都揭不开了。芳，从今往后，你爹娘就是我的父母，他不认我这个儿子，我还不要他这个娘了呢。太奶，我阿奶又让我给你送肉来了。这哪来的肉啊？是我爹和三叔扛大包买的。我阿奶说家里有我和娘，得吃肉补充营养。太奶，我回去了。这个杀千刀的，自己想吃肉，还拿孩子做借口。你说这么多肉，我的孙子得扛多少大包才能换回来呀？这点肉，大嫂以前自己都吃完了，哪还会特意留出来孝敬爹娘啊？娘，你说大嫂不会别有用心吧？上次他送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哎，老儿媳妇，你说他这是图啥呢？现在家家都缺粮，大嫂又那么大手大脚的，他对您和爹那么好，该不会是想搬回来吧？娘，您可千万不能松口啊！原来他是这个心思。哼，他想回来没门儿。就凭老大的腿，我也不能轻易让他进门。我知道怎么防着他。来来来，吃肉。哎，你阿爹和阿爷干了一天的活，多给他们留点。真是。哎呀，
这2天肉吃的太多，时间长了容易不消化。这样吧，明天你们都跟我去河边采点野菜，清清肠胃。知道了。嗯，娘，那咱们什么时候还去镇上摆摊？我还想赚钱呢。贪多嚼不烂这件事儿，等我决定好了再说。今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，你们早点休息。好。哎呀，李大哥，这么多螃蟹，收获不小啊！肖大嫂，就别寒碜我了。最近啊，村民用你的捕蟹笼把这河里能捕的鱼都捕完了，现在只能捞上这螃蟹了。李大哥，这么好的螃蟹，你怎么都给它踩死了呀？嗯，这螃蟹除了祸害庄稼和鱼苗，啥用也没有，不踩死留着干啥？是啊，娘，这螃蟹最招人讨厌，偏偏生得又快，怎么杀都杀不尽。天哪，这样天然有机无公害的螃蟹，竟然会被活生生踩死啊！前2天，隔壁刘家村孤儿寡母活生生被饿死。虽然咱们杨树村目前还没被饿死，不过眼瞅着也快了。河里的东西啊越来越少了，地里也没庄稼，镇上的粮价飞涨，真不知道往后日子咋过呀？真是吃人呐！可不咋的。肖大嫂，这螃蟹你要有用就留着。啊，我家里还有活，我走了。三弟，你拿好。杨树村的村民绝大多数都很善良，这些年家里都是靠着村里人互帮互助过来。要是有什么法子能解决粮食的问题就好了。走吧。我的天，什么东西这么香？好像娘在做饭，再瞧瞧去。好，走。娘，你炒的这是啥呀？娘，这不会是隔壁李叔给的螃蟹吧？这不会是隔壁李叔给的螃蟹吧？bingo，答对了。这玩意儿壳那么硬，能吃吗？怕你们吃不习惯，所以啊，我把壳扒了。来，小虎，尝一尝。还是小孩子好忽悠。哇，爷爷娘、三叔，螃蟹好好吃啊！它的肉跟之前吃过的肉都不一样。阿奶，我还要。螃蟹性寒，小孩和孕妇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会肚子。你跟你娘啊，一人只能吃1个。老大、老三，这些你们就拿去分了吧。小虎，这螃蟹真那么好吃吗？真的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看这小子吃那么香，应该是挺好吃的。大哥，要不咱们也尝尝吧？尝尝吧。这螃蟹又香又嫩的，我都舍不得咽下去了。娘，没想到这玩意这么好吃。可惜我是孕妇，不能多吃，不然我还想多吃一些呢。好像有人在哭哎。娘，我回来的时候听村里人说，
李叔为了让家里人吃饱饭，要去镇上王员外家当佃农啊。之前咱们村子也有人把自己卖给王阳当了佃农，可是不出半年，那人就会活生生累死。李叔去的话，说不定也……老大、老三，拿上螃蟹，我们看看去。好，好。当家的，你不能去啊！王员外心肝黑，你去了就回不来了。爹，你要卖就卖我吧，我身强体壮，能换更多的钱。胡闹！哎，当家的，你就非去不可吗？咱们家1粒米都没有，我要是不去，冬天来了，咱们一家都得活活饿死。我卖了身，你们能过个冬？只要撑过冬天，怎么都能活下来。王员外再心黑，每天也能给我一口吃的。这年头，人能活是大事。你们都别哭了。哟，李大婶儿哭得可真惨。你少看我们家笑话，赶紧走。肖大嫂，我们邻里都10多年了，你非要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吗？我可没有，我家男人死得早。李大哥，你也知道，我自己一个人带几个孩子也是十分不容易的。你要是真的去当了佃农，出了事儿，李大嫂可就真的跟我一样了。您舍得吗？当家的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真的出了什么好歹，我就吞一包老鼠药，不活了。哎，没那么严重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喏，这不是有吃的吗？螃蟹？肖大嫂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螃蟹壳这么硬，咋吃嘛？李叔、李婶儿，这螃蟹真能吃，而且非常的好吃。虽然这肉不多吧，但多吃一些还是能吃饱的。这是我娘做的，你们都尝尝吧。这……这东西真能吃，尝尝。个败家子，放了这么多油和盐，能不好吃吗？真没想到有一天能让你这个不着调的人帮上忙。你今天对我的好，我记下了。赶明儿我家挺过来，一定还你这人情。李婶这嘴硬的可真够结实的，不过看在她感谢我的份上，不计较。李婶，你也不欠我什么，要是欠的话，就只有一袋面。这螃蟹还是李大哥给我的，就全当还了吧。这不对，就这螃蟹里放的油和盐都值好多钱了。肖大嫂，你家有没有什么忙要帮？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李大哥之前虽然嘲笑过我，但为人忠厚老实。我要不让他干活呀，说不定他还真过意不去。那我还真有个活让你帮我干。前段时间村子不是遭了贼吗？虽然我们家比较穷，不过我们家孤儿寡母的也属实不安全。要不然您帮我挑2筐石头，我呢给自己家院子砌个围墙。但是我对石头有要求，您明天早上来，我跟您说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吃。小大嫂子上山啦！李叔，这么早？答应好的事儿，当然要早点来。爷爷，阿奶说你起这么早，肯定没吃早饭。这2个窝窝头给你。小虎，
这可不行。你阿奶啊，帮我已经够多了，我咋还能吃你家粮呢？快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李大哥，干活哪能不吃饱饭啊？再说了，请人干活哪有不包饭的道理？你这不是让全村人戳我脊梁骨吗？哎，收着吧。之前家里宽裕的时候，都没争过这么实诚的窝窝头。要起院墙，2筐石头肯定不够。石山一来回就是小半个时辰，收就收吧。行，那我就收了。以前李奶奶和小果哥哥总偷偷给我菜吃的，我可高兴了。现在我给李爷爷吃的，他们也会高兴的。哟，这小子还懂知恩图报呢。之前我媳妇儿说萧大嫂过日子含糊，但萧大嫂家这么多人都能吃饱，还有余粮，也没像她说的那么糟糕啊。这几个人可真是够有劲儿的。大嫂，哎呀，大嫂，你这段时间不来，小红都想你了。想我？是啊，大嫂，你上回炖的肉那么香，小红吃了呀，直说想大伯母呢。哎，大嫂，你如今跟凤儿分了家，手头是不是宽裕了不少啊？你那儿还有肉没啊？我说小红一向跟我不亲，怎么还想上我？原来是馋肉了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，肉都没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借我点钱，我去买点肉，然后呢，我再分给小红吃。哎呀，大嫂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哪有钱啊？哎呦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！真不要脸，还想跟我借银子，做梦！你们阿娘还真讲究，这起个院墙还要找带颜色的石头。你们先挖着，要是觉得累就先回家休息。我呀，先去那边看看。好嘞，好嘞，娘。这东西咋这么眼熟呢？土豆，不过这叶子怎么跟我记忆中的不一样啊？难怪我不认识。看来这个土豆是新来的物种，还没有被人发现过，估计也没几个人认识。再加上叶子有毒，这么一大片地得有4、5亩，而且土豆产量高，1亩能产出3、4千斤。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杨树村的村民有救了。不过没有经过培育的土豆很可能有毒，回去还得试验一下。你说你大伯母就是在这儿整的粮食？娘，就是在这儿，我亲眼看到大伯娘挖出好几个黄色的圆球，一看就是能吃的。能吃，一看就能吃。这么大一片地，咱们家要发了。走，咱们回家找你阿爷去。你阿爷见识过，肯定知道是什么。你俩怎么空着篓子回来了？在山上偷懒了？哎呀，哪儿啊娘！你看，我和小红挖了这个。爹娘，你们认不认识这是什么？这是洋芋，咱杨树村还有这种东西。英子，你是在哪儿挖到的？就在那山上，一大片，长满了叶子，起码有4、5亩呢。上天保佑！有了这洋芋，我们杨树村的人就饿不死了。这洋芋在京城都是稀罕物，只有高门显贵才能吃到。我们杨树村真是块宝地呀！爹，
咱们把那洋芋拿到镇上去卖，不就发了吗？卖什么卖？这是乡亲们救命的粮食。老二，你赶紧去请李正过来。爹，这是咱们家人发现的，你不会想要全村人都来挖吧？那咋了？4、5亩的洋芋，咱们家就这么几口人，还能全吃了？咱们要是不抓点紧，说不定隔壁刘家村的人就捷足先登了。到时候咱们杨树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总之，我决定好了，谁也别想拦着。婶子，萧家媳妇儿，你咋来了？李正叔呢？他在吗？这萧家媳妇儿每次来都没好事儿，不知道今天又想搞什么名堂。去县衙了，今天整个县里都没收成，县令都快愁死了。今儿召集所有里正一起商量办法，没收成就要饿死人。你李正叔这些提案急得饭都吃不下。行，那我晚点再来找他。哎，阿奶，这又是啥好吃的？好香啊！这个呀叫土豆粉，你呀先给你太奶送过去，回来再吃好不好？好嘞。太奶，这是我阿奶做的好吃的。你阿爹能挣几个钱，还不够他吃的。那这是啥呀？这是芝士粉，太奶快吃吧。一看就是精致的东西，全都是好米好面做的，他还真舍得。这老大媳妇儿3天2头来送吃食，却一直不提要回来的事儿，不会是要憋个大的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小虎啊，你阿奶这段时间有没有说让你们回来呀？有啊，我阿奶说让我们以后多回来孝敬太奶太爷。还想让孩子们打探我的口风，哼，我才不上他的当。太奶知道了，你回去替我谢谢你阿奶，回去吧。太奶再见。慢点啊。娘，你李叔回去了？回去了。今天李叔只捡了半筐石头，心里很过意不去，还给咱家挑了水。哎呀，他也太客气了。自古以来，只要发生灾荒，受苦受难的总是百姓。如今既然找到了缓解的法子，也该帮帮村民们。行，那我正好去找你李正叔叔。好。哎呀，今晚我非去不可，你们就别拦着我了。爹，我知道您铁了心要告诉李正，可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，您再摔了。我心里装了这么大的事，跟揣了块石头一样，哪还能睡得着啊？你们别管了。嘿，走了。李正叔，我今天在山上发现了些东西，你瞧瞧看看。李正叔，我在山上发现了这个，您瞧瞧。这个东西啊，我发现的时候它是长在土里的，我担心它有毒，我就捉了一只兔子做了一个实验。我发现这个东西它直接吃有毒，但是呢，把它磨成粉泡在水里，泡几个时辰之后，它这个毒性就消失了，而且它跟米面一样，都能填饱肚子。不但能填饱肚子，而且很好吃。萧家媳妇儿，这东西山上还有多少？我看得有4、5亩吧。我用镐头一挖，能挖出来好多，大概我觉得得有1万斤左右。这么多，咱们村40几户，1万斤够村里人吃上1个月呀！忽然之间长出这么大一片，偏偏还是这时候发现，真是上天保佑我们杨树村呐！就是不知道这东西是啥，
李正啊，这东西叫洋芋，是藩属国献给皇上的贡品。我之前在王府做工的时候见过，没想到咱杨树村也能长出来呀！好，太好了，这可是救命的宝贝，我这就上山去守着。10000斤的洋芋跑又跑不了，这荒山野岭的，遇上熊怎么办？遇上熊我就跟他打一架。有我在啊，谁也别想抢咱杨树村的粮食。哈哈，走，一心。老大媳妇儿，这么好的东西你都没藏私，比老二这小子看得都明白。之前我总觉得他们2口子是过日子，但是大是大非上，他们却如此小家子气，是我看走了眼呐。我有系统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家里人饿肚子。没想到这小老头还对我改观了。爹，荒年间1斤米就能救一家3口的命，况且10000斤的洋芋我们又吃不完，要是让它烂在地里，岂不是浪费？这咋了？一大早李真就去挨家挨户的把我们叫过来，啥事儿那么着急啊？听说山上发现粮食了，跟米面一样，能填饱肚子啊！真的啊！哎呀，乡亲们，快去看看，事关重大，村里所有青壮年立即带上锄头和能装粮食的东西，跟我上山去挖粮，动作一定要快。那李真说，挖出来的粮食怎么分？谁挖着了算谁的。不过一些实在有困难的人，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？所以上山挖粮的人，一人分他们10斤啊！10斤太多了。哎，李正呢，为人公正，平时也从来没为难过大家。既然他说人家分出10斤，那岂不是我们每家都能挖出上百斤呢？太好了！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走，走！听说这洋芋是萧家人发现的，萧二媳妇知道这事儿，转头就去了刘家村，告诉他娘家啊。那这洋芋岂不是被刘家村人挖没了？哼，放心，谁能想到这洋芋直接吃有毒？他娘家昨晚所有人上吐下泻，今早还特地上门打了萧二媳妇一顿。要不是李正和萧老爷子拦着，萧二媳妇就被打死了。干，谁让他嘴上没个把门的？难怪李正一大早这么着急，要不是刘家村人不知道这洋芋怎么吃，这山上的洋芋早就被刘家村人挖没了。就是，丫头，走个路磨磨蹭蹭的，快走！早就听说萧二媳妇重男轻女，今天算是见识，自己做的不对，还用孩子发泄怒火，我呸！真不是个东西。这个弟妹有本事告诉娘家去，却没本事承担后果，还用孩子发泄怒火。唉，人品不行啊。我挖了个大的，这么大。发现10克拉地级钻石，价值为10万金币。10克拉的地级钻石，天啊！我要发了！我要发了！娘，您先歇会儿吧，我们俩来。正好，我还得去找钻石，不如趁机过去。行，那你们先干着，我等会儿回来。行。萧大嫂还真是有福，儿子一个比一个孝顺，还有一个是秀才，真让人羡慕。没用的东西，也不知道加把劲儿。生你这个不带伴的，连这我也被人瞧不起。哎呀，这要不是为了活命，我可不能给你卖了。发了！虽然在这系统上不能直接换东西，我们可以从系统上买东西啊，然后再去正常转卖。这样的话，老大治腿的钱就有着落了。我突然来这儿有点奇怪，要不然带点东西回去。老大老三，看，我捉了2只野鸡回来。我先把2只野鸡送回去，一会儿再回来找你们。慢走啊，娘。娘的运气真好，这回回上山都能找到东西。
那两只鸡还挺肥，就是看着跟家鸡似的，还不错，回去还能下蛋呢。切，说不定是从哪儿偷的呢。二婶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大山，你二婶真是嫉妒你娘呢，谁让你娘有福气呢？一生就是仨儿子，可不像有些人运气不好，人又不行，还总想生儿子，做什么美梦呢？他不就是运气比我好一点吗？一天天好吃懒做的，迟早有一天把运气都败光，到时候我看他怎么得意。哟，这不是老二，怎么读书写字的手用来砍锄头了？怎么分了家，你娘还真不管你了？哎呦，够狠心的呀！他怎么来了？我还没见过他下过地呢，今天倒是稀奇了。你呀，别什么都稀奇，赶紧干活。哦。哎，要我说呀，你娘还真不是个东西，宝贝了这么久的儿子，说不要就不要，换我呀，我可舍不得。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二婶要是没事儿，就该想想怎么回家生孩子吧。哼！二婶，如果你再说我娘的坏话，你就别怪我们兄弟几个不客气。切，一家子不是物的，不就欺负我没儿子吗？要是我生不了，真生给你们看！爹娘，哎呀，你来啦！哎呀，还带着东西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啊，这么长时间都不提搬回来的事儿，这下按耐不住了吧？娘，我是想跟爹打听点事儿。老大媳妇儿，你想打听啥事儿？爹，这些年你走南闯北，知不知道哪有治骨头厉害的大夫？我想给老大治腿。老大的腿都瘸了这么多年了，你想治早干嘛呢？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想治好就治好啊！这老太太对原神有看法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老大的原因。当年王桂花坚持要带老大去县城治腿，可原身怕花银子，硬是给拦了下来，这才搬。娘，当时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就是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。现在家里的情况不是慢慢好起来了吗？那我想着带他去治嘛。这么好的大小伙子，也不能让他瘸一辈子吧？可算是说点人话。治腿厉害的大夫县城就有一位，不过老大媳妇儿，那大夫诊金是出了名的贵，起码要10两银子。老大情况复杂，只会更贵。你可想好了？爹，我想好了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要把老大的腿给治好。这是我这个当娘的欠他的。行，那我回头再打听打听，尽早做好准备。那就谢谢爹了。还记得给老大治腿，终于有点当娘的样子了。要是能把老大的腿给治好，让他搬回来也不是不成。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提要搬回来，会不会他就没想过这事儿？来，一人一个鸡蛋。芸娘肚子里还有一个，吃2个。谢谢娘。娘对我越来越好了，如果这是个梦，我只希望永远不要醒来。好了，在吃饭之前呢，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，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啥事啊，娘？老大的腿啊，一直是我的心病。前一段时间，我找你们阿爷打听了一个治骨头特别厉害的医生，总算呢有了点眉目。之前我们卖项链赚了一些钱，但是要给老大治腿呢，这些钱就得全部拿出来。所以，我想问问这件事情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治，当然要治了。娘，咱们挣钱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？再说了，这些年大哥靠着一条腿一直忙里忙外的，要不是大哥，咱们家早散了。所以，给大哥治腿这件事，我全力支持。娘，我也想给相公治腿，我可以编很多很多的项链，干很多很多的活，咱治吧。阿奶，小虎也能干，小虎还能照顾爹。爹的腿好了，小虎就可以骑在爹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了。真快。所以，老大，这件事儿你怎么想？娘，
我不想治。大哥，让你大哥把话说完。咱们家好不容易攒下这么些钱，眼看着老三就要娶妻子，芸娘又要生产，你还说将来要给小虎报上学的学校，咱家哪不都得用钱吗？我这腿都是老毛病了，不碍事儿。这些钱还是留给他们吧。大哥，我娶媳妇儿还早着呢。再说了，我娶媳妇儿的钱我可以自己挣，这钱本来就是家里的，娘说了算。娘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好，那既然意见不统一，我们就举手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同意给大哥治腿的举手。那不同意治腿的举手吧。哎呀，好了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全家出动，给老大治腿。娘，谢谢你娘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娘还能给我治腿。娘，我跟相公以后一定加倍孝顺您，给您养老送终。那倒也不是很急吧。好，就是这里了。怎么紧张啊？娘，像做梦一样。傻小子，快进去吧，走。夫人，林公子腿部的骨头微微有些错位，想要治好，还需打断重新接好。只不过，林公子的腿疾已有些年头，在下自然要费力一些。这诊金就收您30两，您意下如何？这么贵？钱在这儿，说好了就赶快开始吧。夫人，爱子心切，在下这就去准备。只是断骨之痛，常人难以忍受，要准备好口中含咬之物，以免公子咬到舌头。娘，没想到这么多天我们挣了这么多钱，刚刚我还以为咱们的钱不够呢。傻瓜，要不是我偷偷拿商城的东西去当铺换钱，就那么些项链，哪能凑够30两啊？等一下，咋了娘？你不会是嫌贵不想给大哥治了吧？就你会猜，在这等着。给，这个是你爹留下的，吃了吧。在下马上开始了。公子，你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这就结束了？可我不疼啊。这可是现代开给癌症病人的止痛药，药效极快极好，当然不会痛。夫人，令公子腿部错位，骨头已经接好，只要1个月之内不用力，很快就会长好的。不过什么？刚才公子断腿时毫无痛感，不知夫人能不能将药物
赏与在下一份，在下研究研究，也好惠及别的病人。中西药的成分有很大不同，就算是给他，恐怕也研究不出来。而且这个东西用途不当，必将引起大乱，还是算了吧。这个不行，这个药是我亡夫留给我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这一家人幸福的嘞，看来还得早日盖个大房子，给这一家人独处的空间。娘，出大事了！村口的张奶奶饿死了。什么？之前不是有10斤的洋芋分给她了吗？她怎么还会饿死啊？张奶奶有7个孙子，他们爹娘又走得早，张奶奶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，虽然咱们分给了他们洋芋，可还是不够。虽然有土豆做缓冲，可依旧没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再不想出办法，这种情况还会越来越多。地是村里唯一的希望，可如今稻子都变成了稻杆，除了当柴火，也没有其他什么用处，又不能凭空让稻杆长出粮来。对了，之前我还在新闻上看过，在适宜温度下，稻杆还能再生稻穗，而且产量还不低，好像叫再生稻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婶子，萧家媳妇儿来找你理证书啊。在屋里头呢。你理证书啊，因为张婆子的事儿，这些日子头发都发白了，还有2个月就要过冬了，洋芋也要吃没了，这往后的日子不知道咋过呢。那我先进去了。李正叔，萧家媳妇儿来了。李正叔，我有点正事跟您说。稻谷。李正叔，我前段时间去割地，发现有些稻茬竟然可以进行2次抽穗，于是我就进行了一个实验。如果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，稻茬是可以进行2次抽穗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天哪，萧家媳妇儿，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！事不宜迟，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去。好，李正叔，能长出稻谷了吗？这地是农民的命啊，只要地里能长出稻谷，人就能活了呀！李正大哥，就别卖关子了，什么法子你就快说吧。大家别急，安静一下。这培育再生稻的法子，是萧家媳妇儿告诉我的。现在就由萧家媳妇儿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。各位，我已经在自家的田地里发现出了再生稻，只要大家听从调遣，努力培育出来再生稻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度过灾荒年的。哎呀，好，好啊，好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来没听说过再生稻。萧家娘子，你不是瞎说的吧？萧大娘子连字都不认识，就别在那儿添乱了。再生稻这种东西，哪有人见过呀？谁知道真的假的？是啊，真的假的呀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他？之前的洋芋你们都吃了吧？那个就是萧家媳妇儿告诉我的。人家萧家媳妇儿救了你们的命，你们反倒还这样质疑人家，咱杨树村的人能这么办事吗？那洋芋不是萧老爷子发现的吗？怎么能变成萧大娘子呢？发现这洋芋的一直是我这大儿媳，谁知道怎么传着传着变成老头子我了？啊！之前我已经去萧家媳妇儿的地看过了，说话能骗人，这地里绿油油的稻穗是骗不了人的。就问你们一句，活路就摆在眼前，你们走还是不走？是萧大娘子，只要你带着我们村能有活路，我老头子以后就听你的。对，当初我们当家的差点卖身做佃奴，还是萧嫂子带着螃蟹救我们全家，我相信萧嫂子。是啊，没错，我也相信。对，好，既然都记得萧家媳妇儿的好，那接下来呢，
萧家媳妇儿说什么都要听萧家媳妇儿说的，可谁不许跟萧家媳妇儿唱反调。好嘞，好，我们一定听你的。想要培育出再生稻呢，应该把稻子的前2/3割掉，然后呢还要保持温度。但是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应该上山去砍柴，然后把白天晚上地里的温度保持一致。乡亲们，想回来吃饭啦！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么活了，饱满啊！稻子活了，我们全村人都活了。萧大娘子没有骗我们，我们终于能度过这个荒年了。是啊，当家的谢谢萧大娘子啊！你看着，幸亏你没去做佃奴，以后我们一家在一起，能度过今年、明年、后年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就是啊，你说那老张婆子，她可真没福气呀！就是她要是咬咬牙活到现在，往后不就能看到7个孙子长大了吗？是呀，真的是造孽呀！哎呀，太可惜了呀！不过以后没好日子过了。萧家媳妇儿，我这一礼你受得起。待会儿我就去找县令大人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县里一共10几个村，只要抓紧时间，入冬之前一定有粮食入仓。到时候你就是咱们县的大功臣呐！也正说，功臣不功臣的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人再饿死了。咱们村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太好了，谢谢萧大娘子了。小心点，放炮啦！你看，多响啊！亲爸爸头上，喜庆，太好了！爹，好高啊！萧大嫂，您这日子可是越来越好了，您娘给你添了个大孙子，还马上住进新房子了，真是苦尽甘来呀！是啊，谁能想到我们家之前穷困潦倒，现在还能住上青砖大瓦房了呢？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必须得收下。芸娘产子，可是荒年后村里第一件喜事儿，我们几个没有别的，缝了一件百家被出来，你可不能嫌弃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怎么会嫌弃呢？这是最好的祝福了。萧家媳妇儿，你咋还在这儿呢？县令大人带着圣旨来了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。皇帝诏曰：农桑乃国之根本，今有杨树村民复萧宋氏，勤耕力作，岁人有功，特赐7品岁安夫人之号，以彰其劳。钦此。好民接旨，